他是男主吉拉的梦中情人，也是吉拉的性启蒙老师（括弧也是我的性启蒙老师之一啊）。回括弧，他是激发男主第一次暴涨的直接诱因，更是主角团中的麻烦制造机。后期他成为推动主线剧情的完美工具人，在拉克斯线中更是成为了不得不被写死的人物。没错，我说的正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以扎克拿来质问客队的女人。奥达 C 的男主角各种意义上的老师夫雷阿尔斯塔。夫雷对男主吉拉的情感大概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不认识到冒犯。夫雷一登场便给人一种浑身是瓜的感觉首先明显能看出男主是暗恋着他的。当吉拉一炮肢解了殖民卫星以后，夫雷作为一个标准的官二代，在开头表现无非是一个活泼开朗又有点任性的一个大小姐，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此时就想劈腿脚踩2条船玩弄男主的感情了。要说的话，可能就是这大小姐有点处事不深不是那么注意男女授受不亲吧。而他情商低确实是一直有一套的大家讨论现状的时候他就直接没脑子的问。在吉拉为了保护朋友挺身而出的时候，看到男友被打的他还果断把吉拉给卖了。可以说编剧前期就给吉拉要郁郁的这个归因安排了不少给夫雷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吉拉的几个好友不但力挺吉拉，还其实剧里边也是有专门描写，后来朋友们给夫雷讲解他为什么说错话了，夫雷也承认应该跟吉拉道歉，这一点来看其实弗雷至少不是坏，只是傻而已而且还不长记性那种。见到拉克斯的时候，依然把对调整者的敌视写在脸上。吉拉在一旁又躺枪了。话说回来这毕竟是自然人的船，就连吉拉的好友也会不小心说出排挤调整者的一些话以及感叹调整者的可怕。有时候大环境在哪儿，人也确实很难做到100%照顾别人的感受。朋友们对吉拉技术的感叹，也间接的让弗雷把吉拉当工具人一样看待，甚至把父亲的安危都绑定到了吉拉身上。之后又为了保障自己与父亲的安全，把拉克斯拿去当人质。这一切的行为可以说是把一个人能自私到什么地步描写的太到位了然而结果却是做了最无下限的事，也没有保住自己的爹。这怎么说呢？可悲可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弗雷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第二阶段从责备到利用。这时的弗雷将父亲的死因全部一股脑的抛给吉拉，再加上吉拉也被阿斯兰问得一愣一愣的，结果就是吉拉也被逼疯了。此时拉克斯也很合时宜的走入了他的视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吉拉认识阿斯兰这件事儿被弗雷知道了以后，弗雷此时那个土豆般的大脑就飞速的旋转，3下5除2，把对吉拉的愤怒转化为要让他成为我的工具人，然后就出现了这极为精彩的一幕。すごいひどいこと言っちゃった。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あなたは一生懸命戦って私たちを守ってくれたのに、私にもちゃんと分かってるの。戦争って嫌よね。早く終わればいいのに。之后从说服このお兄ちゃんが戦って守ってくれるからね。本当？悪い奴はみんなやっつけてくれるから。到说服一气呵成，他也觉醒了影后般的演技，秒杀国内一切小鲜肉然而此时还在安慰他的赛却全然不知自己马上要获得一顶崭新的帽子了。弗雷的参军让本来打算回家的吉拉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上战场前还给吉拉一个爱的抱抱 ，buff 加满了战后吉拉身体受到了重伤，弗雷主动承担起照顾吉拉的任务。给吉拉送饭后跟朋友们说的这句也是非常的意味深长也是在此时弗雷正式宣布了与赛的分手。之后通过在床上与吉拉交流技术，我是说开高达的技术让吉拉驾驶高达的水平直线上升，大杀四方。反正我当时看完这段剧情，最先想到就是又没有本子。其实这里虽然弗雷只是为了复仇，但吉拉乃至整个舰队可能还真的要感谢弗雷。吉拉从开始驾驶高达的那一刻起就是被动的为了保护朋友而驾驶，而弗雷确实给了吉拉一个真正驾驶高达的理由。可以明显看到有了主观能动性以后的吉拉在驾驶高达时候的水平真的是突飞猛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弗雷与吉拉，大天使号可能降落到沙漠就落地成盒了。当然了，这都是以结果为导向了也不能说弗雷这做的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吉拉见到卡加利以后弗雷就有一种自己的玩具被人碰了的感觉一脸的不爽。那一晚这吃瓜大事件也是让吉拉的心境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之前的吉拉无论是被军人利用还是被朋友们误伤，他都是自己忍着，心
心里憋着，从来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不会与人发生争执。然而这一夜啊，吉拉不仅与朋友发生了身体冲突，还将自己心中的怨念啊都吐露了出来。起先弗雷也是被吉拉这个举动吓了一大跳，而随后啊便更加变本加厉的给吉拉灌输一些有的没的。这个说实话有点真实了啊，平时单身狗被人怎么说都能忍，一旦有了女朋友在旁边看着呢，这不硬气得硬气起来了，是不是？此时的木叔和舰长啊也发现了吉拉和弗雷的事儿。木叔的这句そしたら自分が頑張ってカンを守らなきゃならない、そう思い詰めて追い込んでしまったんだろうな、自分を可以说是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吉拉此时已经被弗雷乃至整艘船的人啊都给予了过多的期望，可以说已经是被逼到绝境了。之后木叔还不忘职场性骚扰一下啊，而赛尝试驾驶强袭失败的这段剧情则完全说明了弗雷与吉拉此时的真实感情。弗雷心里其实还是很在意赛的感受的，只不过走上邪路的他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了，而吉拉更是不知所措，毕竟事情发展成这样啊，他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吉拉在面对想要进一步深入交流的弗雷时啊，果断放弃继续使用下半身思考，而是将理性还给了大脑。随后吉拉就进入了卡加利的骨科线。第三阶段从控制到依赖，或许是被发疯的弗雷逼得太紧，进入骨科线的吉拉跟卡加利的感情啊迅速升温。而就在吉拉与卡加利谈笑风生的时候，赛跟朋友们在街上忙活的时候，弗雷却仿佛完全成为了被孤立的人。六神无主的他到处寻觅着吉拉，因为此时的他除了吉拉已经一无所有了。当他找到吉拉时啊，却发现他居然跟不知道哪来的小姑娘一起看大海看天空，从驾驶高达谈到人生哲学。他心想，我都没有和他一起看大海看天空，从驾驶高达谈到人生哲学，明明是我先来的。于是果断除去外衣，一边向吉拉展示汝不惧何以惧人心，一边向卡加利宣示主权。此时的弗雷啊，虽然说不能是真心喜欢吉拉，但至少啊已经是把吉拉当成自己的私人物品了。不得不说吉拉实在是太善良了，可能是因为内心中一直还是比较喜欢弗雷吧，尽管一直以来都是被弗雷逼着去卖命，自己的精神状况啊都不太稳定了，还会在弗雷晕船的时候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这时的弗雷跟吉拉交流的方式啊也稍微正常了一些，赛也算看开些了。说实话，过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真的希望弗雷能把吉拉当个人看，两人正常的发展下去啊也不错吧。虽然说弗雷感觉有点病娇了啊，当大天使到达奥布以后啊，年轻人们都在为能见到父母而开心，而吉拉和弗雷啊却是一个没得见，一个不太想见。同病相怜的两人啊，此时如果能够相互抱团取暖啊，倒也是个好事儿。然而没有去见养父母，留在房间里等弗雷的吉拉却热脸蛋贴了冷屁股。毕竟虽然此时弗雷是比较依赖于吉拉，但自我意识中啊还是在控制工具人，这下可倒好，手下工具人反倒可怜起他来了。再加上已经无亲无故的这个事实，让这个向来人上人的大小姐啊狠狠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落魄。当吉拉展现出要分手的这个意愿的时候啊，弗雷也终于看清了自己只剩下吉拉的这一个事实了。只可惜啊，这一切都晚了。第四阶段想跟他好好过，但编剧说我不能活了。吉拉与阿斯兰死磕失踪以后，当四处寻找吉拉的弗雷听到吉拉失踪的消息时啊，这个眼神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是失落呀，还是失望啊，还是又要换下家了？这个倒是有点可能啊。如果说之前他受到了亡父打击之后变得心狠手辣了，那么此时想要与赛重归于好，却被狠狠的回绝，失去了最后一个备胎的他，可以说是彻底的疯了。不幸中的万幸啊，是此时杀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客队，及时伸出援手，把疯了的弗雷给带走隔离了。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在吉拉与赛之间用尽心机的弗雷啊，到了老克手里啊，分分秒就被洗脑成了白纸。至于客队对他除了洗脑以外还做了什么啊，那真的是不得而知了啊。但弗雷此时的处事精啊，只剩下抱大腿了。老克表面上把弗雷当作端茶小妹儿，暗地里却悄悄的在这张白纸上画上了邪恶的战争计划。风水轮流转啊，这下轮到你成工具人了哈。而另一边的吉拉啊，则是经历了有情人终成兄妹以后，又跟拉克斯一吻定情。我当时啊，真的是好奇，如果弗雷能够活着回来，会发生什么？毕竟吉拉在前后2次听到弗雷求救声音的时候，整个人立马就六神无主了，说明弗雷在他的心中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而弗雷在巴基露露舰上的时光啊，大概是战争开始以后弗雷最幸福的时光了。不仅就业上岗了，在精神崩溃后的人生啊，弗雷才做出了整部剧中唯一一次为他人着想的事，让大天使号逃跑。而弗雷的命运啊，也被导演安排的明明白白。
直接写死，这也就是打算完结了啊！换国产电视剧导演就直接给放回去。弗雷跟吉拉和拉克斯之间的事儿啊，至少还能再拍个200来集吧。毕竟弗雷就算死了，还能表演个裸漂，激发吉拉最终的能力，足见其对吉拉是有多么重要啊！直接上升到可以成为宇宙女鬼的高度了。最后做个总结吧，之所以我说弗雷这个角色不简单，一个是因为导演对他的一些描写啊，可能是比较现实，无论是普通女生在遇到战争时的无助，还是其游走在男人之间的绿茶做派啊，都毫无美化，毫无保留，少了二次元角色应有的韧性，导致观众们看了啊肝火暴涨。另一个理由啊，则是弗雷是高达 C 的这部剧中少有的做事前后能有一定逻辑且成长轨迹比较明显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拉克斯我感觉都逊色不少。当然提到高达 C 的中的女性角色，有人设完美的拉克斯，有带着中性美的卡加利，有靠着馒头吸引眼球的米娅，而有这么一个角色本来啊特别是讨人喜欢的，结果却活活被编剧给写崩了。没错，我说的正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以扎克的后辈，高达 C 的第名义女主角鲁南玛利亚 Hawk。 言归正传，鲁南玛利亚这个角色曾经一度啊是我最喜欢的 C 的女角色，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跟其他角色比起来啊特别的接地气儿。要说全剧比她更接地气儿，那可能就是密涅瓦上那个副舰长了。17岁的她呀，就已经成为了扎夫特的红衣。在过往主线剧情中，女性红衣印象中只出现过这么一位啊。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幕呢，是在 C 的 D 的第2集中，当阿斯兰抱着卡加利从扎古勇士上出来的时候，露娜的第一反应就是举枪先控制住对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军队里边行事风格的一幕，包括后来在各种场合下碰到领导，总是他最先能反应过来要先敬礼。在这部逻辑奇葩的偶像剧中啊，这属实是难得的正常人了。而露娜最让人讨喜的地方啊，就是她在1、2代主角团中充当润滑剂的表现了。从阿斯兰登上密涅瓦那一刻起啊，露娜便给他打了无数次圆场。无论是一见面飞鸟对阿斯兰露出敌意的时候，露娜的这个随机应变，还是阿斯兰默默看他们训练的时候主动让阿斯兰融入团体，或者是大家八卦卡加利婚礼的时候会去安慰阿斯兰啊，照顾一下他的感受。这些举动给身处敌营的阿斯兰带来不少慰藉的同时啊，也让观众们对他有了不少好感。你看啊，后来阿斯兰跟露娜独处的时候啊，都会放下警戒，足见露娜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还是非常的强的。而且作为密涅瓦上八卦中心的露娜，其对各种事态的了解也是远超乎于飞鸟的，以至于飞鸟都把他当情报站了。けどザフとの降下作戦っていつ？知らないわよ、私も。ってなんで？知らないわよ。なんで私に聞くの？也足见作为战友的飞鸟对他的信任。在阿斯兰与飞鸟的多次冲突中啊，露娜也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和事佬角色。对飞鸟啊，他就是那种操碎心的老母亲的感觉，时时刻刻都教育着飞鸟，哎，该如何做人呀，该怎么说话呀。而在面对阿斯兰的时候呢，他又能以乖巧后辈的姿态出现，向阿斯兰解释密涅瓦上的人情世故，以至于让人感觉如果没有雷的存在，以露娜的这个撮合能力啊，阿斯兰和飞鸟早就统一战线了。可能是由于露娜过于擅长八卦啊，就连做间谍的活啊都被她揽下来了。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工作经历，对于1、2代主角团中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这件事儿，剧中啊也没有几个人比他更清楚了。在剧情后期啊，整个密涅瓦上唯一对局势有正确认识的，可能除了舰长以外就是他了。只可惜啊，有这个雷在那捣乱啊，不然这飞鸟夫妻双双投共啊都不是不可能的。露娜这个角色感情方面的描写前期也是挺有意思的。刚才说了，露娜对待飞鸟就像老母亲带儿子一样，而露娜面对阿斯兰的崇拜啊也是溢于言表。剧集向中期过渡的时候，这种崇拜更是变成了爱慕。不过比起有点茶里茶气的妹妹以及带球撞人的米娅，露娜的这种喜欢啊，也就是有事没事套套近乎，哎，打打嘴炮，吃吃醋，颇有一种小女生恋爱的感觉。编剧这里写的分寸还是比较适中的。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露娜的身材比美玲要好这个事儿，剧中还专门给了一个描写，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不过成也人设败也人设，由于露娜前期的人设立得太好了，导致在阿斯兰和妹妹被飞鸟捅穿的时候，露娜主动向飞鸟投怀送抱这个举动啊，就显得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是因为她的逻辑思维太优秀了，一下就能想到错的不是飞鸟而是这个世界，还是因为她受的打击太大了，脑子坏了？这得是怎么自我说服的才能去主动拥抱杀妹仇人的呀？
就算他能想到飞鸟是迫不得已，那也不至于扭头就跟他成为恋人吧。 CV 是夫妻还会影响剧情呢，这是。而且我写稿重看这一段的时候啊，依然是被这段剧情给麻得一身鸡皮疙瘩。再加上后来著名的打空枪放跑波斯局 BOSS， 这编剧落井下石可真是有一手啊！先把露娜的为人处事圆滑的这个人设给弄崩塌了，然后再把她作战能力弱的这个弱点啊更加的凸显出来。不过说到战力啊，也确实得说一句，露娜在这方面确实是给红衣丢足了脸了。全剧最亮眼的表现啊，就是这个后空翻的动作了，其他镜头啊基本全在放空枪，好不容易坐上脉冲了，还要被飞鸟吐槽。阴阳人雷更是前脚夸了露娜，后脚又直接跟他说：“老子看你才是那个碍事儿的吧。”这后期的功劳啊，也全是靠飞鸟和雷的掩护，最后还上演经典的你们不要打了，把小鸟的 CPU 直接给烧够载了。其实露娜作为红衣开的机体一直是不错的，扎古勇士是扎福特千禧年代表机体，早期还不算杂兵机呢。跟短剑一个级别的是金恩他们，跟扎古勇士一个级别的可是温达姆。后期啊更是换上了脉冲高达，你看那隔壁辛辛苦苦刷战绩的小一堂堂舰长，最终决战也就开个老虎。露娜这一直开着好机体却没有什么战绩，这确实是一个黑点啊。不过总的来说，露娜这个角色确实是整个 C 的系列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女性角色了。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她少女心满满，惹人喜爱；作为一个军人，她行为举止合情合理；作为一个1、2代主角团的中间人，她为人处事充满智慧。在 C 的 D 中，她的存在啊，就像是胃病人眼中的止痛药一样，能让人看到剧情向好转变的希望。那么这样一个角色你喜欢吗？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喜欢小伙伴点点上当投币，我们下次再见。谈到非 UC 作品的女主，有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灵，有打入敌方大本营却反客而主的莉莉娜，有凭意念启动月光炮发射程序的迪法，还有带着兵工厂保持中立的拉克斯。虽说他们有的走科幻路线，有的走玄学路线，但至少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而今天要讲述的这位高达女主，她是成天看电视的电视机，是带孩子有一手的洗衣机，是能影响男人出刀速度的歌姬，但就是做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是一国的皇女，再加上其少有的出场次数，以及与男主之间过于轻描淡写的感情线，导致观众们纷纷调侃高达00的女主啊，其实是高达，还有理有据的。那这位女主真的如此没有存在感吗？刚好在上一期视频中，有 256.00195312 个人血书要求我讲一下她。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我最喜欢的角色格拉汉姆，一直追求的少年的老相好玛丽娜·伊斯梅尔。最近沉迷工作，无心剪视频，以至于除了拼多多催更外，更新人物志的速度已经从周更到现在的2月一更了。这还是在无数朋友私信催促下咬着牙更出来的。在这里呢，也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吧，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8000，我将以3倍的速度更新下一期人物志。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先说说开场提的一个话题吧。为什么玛丽娜对比之前的高达女主存在感会这么低？其实与她在剧中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身为皇女的她，外交手段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面对内乱呢也是束手无策，自己对军队下的令没人听。ガンダムに攻撃はしないで。しかし、これは命令です。どうして？还会在皇宫里被刺杀，自己的卧室也是随便进。第2季更惨，堂堂一国的皇女说被带走就被带走了，剩下的时间基本全在带孩子。带孩子也就算了，唱个歌还让刹那的复仇一刀没砍下去。虽然把这部作品看得比较透的粉丝们都知道，刹那这一刀停得很关键，但在不讨论背后寓意的情况下，看下来真的是让人血压飙升啊！咱们还可以对比整体框架比较相似的高达 W 里边的女主莉莉娜，也是亡国皇女，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其被敌人虏获以后，不但没有成为傀儡，还直接反客为主，真的成为了世界国家的女王了。虽然说 W 那个剧情吧，有点特别抽象吧，但至少女主的花瓶形象和无力感没有那么的严重。到了玛丽娜这里啊，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只有和平主义的理念一直坚持到底了。这也不知道万代是怎么想呢？在经历过莉莉娜那种莫名其妙翻盘的王女剧情，又树立了拉克斯这样军政合一的宇宙歌姬形象之后，为何还要创造玛丽娜这么一个纯靠理念支撑的女主呢？难道是因为拉克斯的军政合一搞出的阴谋论太多了，把编剧给整怕了？所以00的女主必须跟战争不能沾一点点的边儿？这倒还真是有可能啊。当然了，咱们吐槽归吐槽，其实单看高达00这部作品的话，如果你把玛丽娜这个角色看进去，其角色存在的意义啊，还是能够探知一二的。接下来啊，就让咱们结合背景设定以及剧情来分析一下。玛丽娜·伊斯梅尔成长于阿扎蒂斯坦王国的平民家庭，阿扎蒂斯坦王而且还安排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女秘书来辅佐皇女。说实话啊，这个秘书第一季一直表现的老谋深算的，我还真以为他是个雷呢，没想到看到最后啊，还是个忠臣。我脑中的这个剧本啊，跑铁血片场去了，还是挺意外的。但是就算有如此专业且忠心耿耿的秘书跟着，玛丽娜的求援之旅啊，也依然不是那么顺利。毕竟对于欧洲大国来说，没有了能源的中东，援助了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有这钱，不如多培养几个2000次男去给高达刷经验呢。就在皇女首次出访吃瘪，心里极其烦躁的时候，时年24岁的她遇到了16岁的他。可以说此时的玛丽娜不是单纯的因为刹那长了一副老乡的脸，就愿意出手相救，更多的呢是自己想找个倾诉的对象，顺便了解一下国民眼中的阿扎蒂斯坦。只不过不巧的是，刹那的故乡正是被阿扎蒂斯坦吞并的库尔吉斯，这场面瞬间就尬住了。然后玛丽娜心想啊，这个扯老家不好使，那就得来聊聊咱们现在最火的天人呗。结果啊，二人还因为战争是否需要武力一事直接吵起来了。刹那这小伙子也是年轻气盛，直接把自己是高达驾驶员的事情全盘托出了。为了防止皇女不信，还公然开高达证明身份。这要是提子在现场啊，那当时还被气得七窍流血了。其实抛开刹那的奇葩操作不说，这一段剧情可以说是高达00整部剧的核心。他第一次探讨了到底该如何结束战争，只不过刹那的答案呢是以暴制暴，而玛丽娜则是希望通过对话。刹那的理念其实不难理解，毕竟现实中世界的和平基本呀也就是建立在武力制衡基础上的，但玛丽娜的理念就比较抽象了，没有武力，谁又愿意与你互相理解呢？虽然理念比较抽象，可玛丽娜却是深信不疑的。就算被刹那夜袭了，第一反应也不是叫警卫，而是一本正经的回答刹那的问题。只不过一转眼刹那就已经走了。那么玛丽娜为啥会相信不需要武力也能带来和平呢？我个人的观点啊是这样的，首先玛丽娜是有信仰的，在她的心中呢，依然是有神来为这个世界主持公道的。从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以及她与刹那的对话中，能够很容易的看出神在她心目中的分量。コーナー大使、あなたのそのお気持ちをあなた方の神に誓いますか？彼らは自分たちのことを神だとでも思っているのかしら？深厚的影响，游行的人们撕下玛丽娜的海报，用武力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而镜头一转，曾向玛丽娜祈祷的母亲却死于暴徒的枪下。这一幕我觉得看下来是特别有感触的。如果说玛丽娜信奉的神明并没有显灵，那么信奉着皇女的民众也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武力似乎确实决定了一切。随后玛丽娜在宫中遭到刺杀，她无助的求问，なぜ私たちはこんなにも憎み合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此时的玛丽娜最根本的问题啊，就是她只有理念而不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也困扰着玛丽娜一整季，她始终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另一边的刹那呢，则是留下遗书后与高达一起去探寻答案了。俺は求め続けていたんだ。ガンダムと共に。要么怎么说人家高达是正宫呢？到了第二季，转机就来了，被联邦带走并失去了家园的玛丽娜，在原秘书的鼓励下重拾了信念。虽然期间只能在纯元当个幼教，但也思考有没有什么事儿是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呢？随后又在照顾受伤的刹那时呢，想通了，如果想要互相理解，至少要先做到互相了解。这也是二人第一次袒露心扉，互相诉说自己的过去，互相了解彼此。这不仅是玛丽娜对自己信念的实践，更是刹那思想变革的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名场面，女人唱歌影响男人出道的速度了。至于这里刹那说到真正的意义啊，咱们就留到刹那那期再讲吧。但对于玛丽娜的意义，就是她的歌声通过00R 的量子爆发，
让更多的人听见了。随后从克劳斯的嘴里能够得知，很多人受这首歌的影响，非常迫切的渴望和平。这里虽然描写手法有点生硬啊，但也能看得出导演也只是想以玛丽娜的歌为例，来表达思想对民众影响会有多么的巨大。只要大家发现，其实所有人都不希望发生争斗，在彼此能够敞开心扉的情况下，和平将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而那少数的穷凶极恶的本该由神明惩罚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当然就要交给刹那他们的高达来解决了。刹那他们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斩断世界的扭曲点。可能有人好奇了啊，这不是还是离不开武力吗？但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刹那一行人在目的明确且不会跑偏的前提下解决掉罪恶的根源。那在玛丽娜眼里呢，就是神的制裁，而玛丽娜则是通过信仰与沟通统一了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在更大范围上终止了争斗。简单来说呢，就是既然有两条路交错着通往着正确的未来，那又何必进行单选呢？战功显赫的阿姆罗为何要被软禁？联邦到底在害怕什么？阿姆罗雷在 UC0079 年误打误撞的乘上了他爸负责开发的高达，从而被卷入战争。由于其在战场上表现出惊人的成长速度，迅速被联邦认可，并邀请他成为联邦正式军官。根据其在战场的活跃表现，仅在1年战争期间就让这个普通民众一路升职，从士官长升到了少尉，并在战争结束后直接晋升到了上尉，可谓一时风光无两。而当高达 Z 播出时，观众却惊讶地发现，阿姆罗这个在1年战争中被称为英雄的少年兵，居然被联邦软禁在了郊野的别墅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姆罗与联邦的话题其实可以分为2部分来看待，一部分是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另一部分则是要牵扯到新人类的政治话题了。咱们先就事论事，聊聊阿姆罗与联邦的关系。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至少在0079 1年战争期间，阿姆罗无疑是获得了联邦相当程度的肯定的。至少在雷比尔将军眼里，阿姆罗是危机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推进联邦重视发展 MS 战的标杆。所以如果只看这一阶段的话，阿姆罗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美女将官都要冒着枪林弹雨给他送装备的那种。到了1年战争末期，由于阿姆罗的技术突飞猛进，元祖高达已经开始跟不上他的操作了，联邦还专门为他准备了 NT1， 这玩意儿啊，乍一看不怎么起眼，但要知道它可是第一台用了全周天驾驶舱的高达，而且操作系统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磁气附魔处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 New Type， 也就是新人类专用机。这些技术在高达史上都是里程碑般的存在。如果能在1年战争末期真的送到阿姆罗手里边，那总帅啊可能0079年就玩完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之所以会给阿姆罗分配 NT1 这台机子，一个是对他们新人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摸索出了提升他们作战水平的方法，另一个则是此时的他们还没有对阿姆罗的新人类身份有所忌惮。因为在1年战争末期，联邦对吉翁的全面胜利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了，就算少了阿姆罗的活跃，就靠铁球和吉姆这些填线宝宝也能把吉翁给填死了。然而联邦依旧选择开发 NT1， 重用阿姆罗，在战后呢更是将其宣传为战争英雄，足见此时的阿姆罗和联邦啊还是两小无猜，你好我也好的状态。可问题就出现在战争以后的宣传工作上了。当时的布莱德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船长了，可当大战在即，大家还是纷纷将目光看向了身为新人类的阿姆罗，让他给出关于决战是否能获胜的预测。阿姆罗则斩钉截铁地说会赢的。可在随后与凯和鸭妹的私下对话中，阿姆罗却坦言，刚才我就那么一说，新人类哪会什么预测未来啊，我只是在给大家鼓劲儿罢了。可是船上的所有人就是因为阿姆罗的这一句鼓励，才能放下心中的一切顾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最危险的前线中。这个效果太可怕了。在战争期间他可以振奋军心，在和平时代他就画风突变，变得可以蛊惑民心了。这里还有很多新人类政治学的问题，这个咱们稍后再说。总之一边是联邦疑心越来越重，一边是年少轻狂的阿姆罗口无遮拦，两边算得上是双向奔赴。最终阿姆罗喜提父亲遗产，到山沟沟的别墅里边支教去了。当时的联邦给他的职务是地球联邦军地球防空司令基地军官学校教官，简称闲人一个。同时呢还安排了眼线，应聘阿姆罗别墅的管家与保姆，监视着阿姆罗的一举一动。直到格里普斯战争打响，联邦对阿姆罗的防备才有所松懈，他才在能够成为其母亲的女人夫劳的牵线下重回战场，加入到反提坦斯与新吉翁的战争中。战争结束后，阿姆罗被编入地球联邦独立部队大名鼎鼎的隆德贝尔队，执行搜寻下亚的任务。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抛开军方高层不谈，布莱德对阿姆罗那是真爱了。
毕竟是能够代替阿姆罗他爸给阿姆罗2巴掌的男人。不过也正因为他与阿姆罗等一票新人类的关系，使得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些难堪，这个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讲吧。而搜寻夏亚的任务，由于宇宙居民的不配合，使得任务难以有所进展，也导致0093年小心眼的总帅往地球扔小石子的事件发生。但就算联邦得知了总帅要搞事情，也依旧对阿姆罗放心不下。这小伙子跟夏亚老相好了，万一战场上摩擦出什么火花来，投敌了怎么办？于是只分配给他一台林格斯，意思意思，面子上过得去就行。阿姆罗无奈，只能找到阿纳海姆亲自下单进行牛高达的研发，加上总帅那边也很给面子，一顿暗送秋波，暗送资料，解决了精神感应框架的部分难题，才让阿姆罗在决战前拿到了开发还不算完备的牛高达，并在战场上与夏亚一决雌雄。之后的剧情相信大家就很熟悉了。阿姆罗拼尽全力想要将阿克西斯残骸推回宇宙，而周围的士兵们也被他的举动所感染，纷纷贡献自己微薄之力，奋死保卫那个孕育出人类的母星地球。阿克西斯奇迹就此印发，阿姆罗与夏亚也在奇迹中消失不见。联邦搜索3个月后宣布放弃搜索，出于其在战争中的贡献，将阿姆罗特别晋升为中校。至此，阿姆罗的故事就结束了。可是联邦对新人类的进一步不信任却才刚刚开始。关于新人类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留到下期视频再说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